如果有一天你的工作从世界上面消失了，会对世界造成什么影响呢？根据统计有40%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于世界一点贡献也没有，就算消失了也不会怎么样，根本是个狗屁工作。你的工作也是一团狗屁吗？为什么老板要付钱请人来做这些没有意义的工作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本狗屁工作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930年，经济学家凯因斯预言因为科技的进步，让工作效率将大幅的增加。到了21世纪，人们平均每天将只需要工作3个小时。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个预言并没有成真。现在的我们呢，除了一天至少要工作8个小时，不用加班的佛心公司更是少之又少。明明科技一直在进步，为什么大家的工时却没有因此减少呢？人类学教授大卫·格雷伯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因为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狗屁工作。这类的工作不但超没有效率也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人们却为了生计日复一日的做着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格雷伯的文章引起了广大回响他也因此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狗屁工作心得。后来呢，就干脆把这些各行各业的内幕大爆料写成了这本狗屁工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有哪些工作是狗屁工作，而这些没有意义的工作又为什么能够存在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芒狗狗的小粉丝有新书可以看了这次要用绘本在周末呢带大家去一趟阅读的好好小旅行。儿童节新书优惠72折，还送芒狗狗折纸飞机哦。周五读找找本3台湾大秘宝，认识台湾在地景点，好好玩寻宝任务。周六读这样不好玩，学习开玩笑的应对，好好说出想法。周日读不想睡觉的探险，用晚上的幻想故事，好好睡入梦乡。3本新书输入77推荐，现省400元，再送超可爱的芒狗狗折纸飞机，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入手最新的故事吧。所谓的狗屁工作，指的是这个行业的人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工作消失了也没有差，但毕竟要养家活口，所以不得不表现的好像这个工作很重要，有存在的必要。那虽然可能会有人觉得讨论工作意义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必要，工作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不过作者在得到许多人的分享之后，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有许多的职业，像是记者护理师、消防员等等，他们不一定赚很多，却普遍觉得自己的职业很有意义。而另外一批人呢，他们表示自己虽然收入很高，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但自己的工作呢，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在假装有在工作，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需要找个理由说服自己，才有动力起床去上班。什么样的工作会是狗屁工作？为什么会让人痛苦？作者依照自己的理解，把这些狗屁工作分成了5大类。第一种类型的狗屁工作呢是帮闲这种工作存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衬托别人的地位，让他们看起来很重要。比如呢，有公司的柜台就表示公司的规模很小，一天也没有几通电话，其他员工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搞定，但还是呢要透过他接电话再转接，让公司看起来比较有规模。其他人呢也因为多了一个下属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比较有权力。那第二种类型呢是打手，他们主要的工作呢是为了增加雇主的利益，但却对于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比如企业的法律顾问呢会抱怨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在帮公司逃漏税，或者是攻击竞争对手。那第3种类型叫做打勾人，打勾人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做好表面功夫，让公司看起来有在做事。比如为了申请经费，做了一大堆的 PPT 或是各种年度目标、计划报表，或是有些公司呢会制作宣传刊物，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人会看。那第4种呢是任务大师也就是专门制造狗屁任务给下属的人。比如说呢，有公司的管理层承认自己为了让下属看起来很忙，会制造各种指标或者表格给他们，但没有这些文书工作，大家的工作反而能够顺利的完成。而最后一种呢，则是补漏人。这类的人的工作呢是帮公司擦屁股，处理公司明明知道有问题却不愿意处理或解决的漏洞。比如许多客服人员他们并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没有办法处理产品的问题，只能够官腔的回复，充当顾客的出气筒。那以上这5种狗屁工作的分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里面发现自己的影子？不过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呢，作者还发现有一种类型的产业是狗屁工作的重灾区。
在1950到1980年代呢，西方国家的生产力跟薪资是一起发展的，也就是说，生产力越高，平均薪资都越高。不过呢，在1980年代以后，生产力虽然还是逐年的上升，但平均薪资却没有增加。作者认为这是因为1980以后，资本主义转向了金融资本主义，大量的金融业开始出现，而金融业就是狗屁工作最多的地方。银行透过大价存款掌握了大量的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分配给下属掌控权力。那为了掌控越来越多的下属，取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所以就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例如在银行呢，有一种审核资金是否合法的工作，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审核结果通常是100% 合格。那因为如果是不合法的资金，通常呢早就被转到洗钱天堂了。但为了避免全部合格又会显得太假所以银行呢又要聘雇一个人来造假数据，让银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抓到违法资金。那也曾经有银行的风险管理师发现呢，他们的银行其实有80%以上的职位都可以透过自动化取代，但主管却一直不这么做，因为没有了这些员工，主管就没有办法施展权力了。那话说回来作者也发现呢，大部分被视为狗屁工作职业在过去根本不存在。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狗屁工作在这些年来大量的增生呢？作者指出，狗屁工作之所以出现呢，很大的原因是观念的转变。在过去，人们衡量薪资的单位是劳动成果，也就是说呢，你做了多少事情，比如说像是这个耕了多少地，或是做了几个铜罐等等。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衡量薪资的标准却变成了时间，也就是工时制度，这是过去的人无法想象的。那当老板买下了你的时间，当然就会希望你一直工作。努力工作的人不但没有办法提早下班，还会得到更多的工作，而且很多时候呢，也没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很多人就只好假装自己有在工作，或是增加一大堆看起来有在做事，但实际上面没有产值的工作内容，这就导致大家的做事变得很没有效率。根据统计美国上班族真正有在做事的时间不到 40%， 其他时间呢都花在像开会回 email 或其他的行政杂事。也有不少人承认呢，自己会在工作时间做其他事情当薪水小偷。不过，作者也指出，虽然很多人呢都对整天开会或是上班打混习以为常，但是不管是做狗屁工作还是当薪水小偷，都会对于人的生理跟心理产生很大的伤害。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古鲁斯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行为对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不管这个影响是什么，他会表现非常开心。就好像许多人喜欢玩游戏，那虽然游戏的输赢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大家还是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游戏当中，我们确实能够体会到自己对于游戏结果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呢，一个人能够感受到他存在就是因为他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而狗屁工作的危害，就是老板呢在雇佣你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工作说得很专业、很重要，但实际上面上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工作根本是狗屁，而你为了生活还得要配合演出，假装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这种先让你觉得自己有影响力，再把它完全否定的经验，很容易让人会对自我产生怀疑。不少人表示虽然自己的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但一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下班之后呢，也没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甚至产生创伤到呢要找心理咨商。相信这些困境呢，许多人应该都深有同感。那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减少狗屁工作呢？作者认为要减少狗屁工作的第一步，是我们应该要重新思考如何衡量工作的价值。在过去，我们大多呢是用金钱来衡量工作的价值，因为一个工作薪水越高，代表它的需求越大，就越被社会需要。但实际上呢，许多狗屁工作的这个薪水都非常的高，但却没有人觉得它很有价值。所以作者提出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思想实验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问题：如果你的工作从世界上面消失了，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例如1960年代，爱尔兰的银行曾经发生大罢工，结果大家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只是改变了交易的方式。但当纽约的清洁工罢工10天呢，整个纽约就变得恶臭不堪。那透过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工作的价值也同时会发现一个吊诡的事情，那就是那些对于世界影响很大的职业，常常薪水非常的低，但毫无用处的狗屁工作，却常常坐领高薪。这导致如果你想要做有意义的工作，就要忍受低薪，在身体上面备受煎熬；而做狗屁工作，虽然薪资可能不错，但却要忍受心灵的折磨。那要怎么样改变这种现象呢？作者在书的结尾提到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全民基本收入顾名思义呢，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工作，大家都可以拿到一份可以维持温饱的钱。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除了感觉是在鼓励大家不要工作之外，很多人会质疑，真的有那么多钱可以发给大家吗？
作者认为呢，人类之所以会工作，并不是只是为了钱，也是想要对世界产生影响，感受自己的存在。所以就算不工作也可以温饱，还是有许多人呢会选择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至于钱的问题，只要消除掉政府官僚里面的狗屁工作，就可以多出一大笔的税收。例如西班牙呢，有一个公务员，他有6年都没有去上班，整天都在家里面研究哲学家这个史宾诺莎，但却完全没有人发现。如果把这种没有必要的职位裁撤掉呢，就可以让大家从无意义的工作当中解放，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工作的人呢，可以做那些能够让自己得到价值的工作；不想工作的人，也可以不用为了生计强迫自己去做狗屁工作。一开始看到狗屁工作这种书名很多人可能感觉有点被攻击，好像作者呢是在批评自己的工作没有用，而且这种话呢还是由作者这个人类学家说出来的，有点忍不住想回答，人类学家才是没有用的工作吧。但如果仔细看呢，就会发现作者关注的狗屁工作其实是根源于我们内心的想法。很多人自己知道自己为了生计在做无意义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呢也很没有必要存在，所以他一开始刊登的文章呢才会得到这么大的回响。作者也透过这本书告诉很多正在受狗屁工作折磨的人，你们不孤单。那么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觉得呢，这种钱多事少、离家近但却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其实最让人难受的部分是，你很难跟身边的人倾诉你的不舒服，因为当你对身边的人抱怨自己的工作，常常会得到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回应。很多人会觉得你是过得太爽，才有办法在这边抱怨工作没事干。家里的长辈呢，也很可能会觉得工作的意义就是要赚钱啊，还要追求开心，或是对于社会有意义，都是太天真的想法。这种困境呢，很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甚至是造成一些心理上面问题。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多倾听、理解身边的朋友或是对于工作的想法，或是呢自己有相关的困扰，也尽可能的多跟身边的人分享好的，那因为篇幅的关系，书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没有办法谈到，比如说不同时代对于工作的看法，还有各种超荒谬的狗屁工作等等。欢迎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买这本《狗屁工作》，支持好书跟出版社。那今天最后呢，想问大家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吗？绝对是我每天上班呢都过得既心虚又痛苦。并不会我觉得我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很有意义。所以一部分是虽然有在做事呢，但很多无效的会议跟文书工作蛮烦人的。第一，我的工作很没有意义但有情理又轻松，我觉得蛮满意的。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狗屁工作》这本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求职焦虑以及工作狂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